开服快1周了，版本环境慢慢趋于了稳定。近期会有一个小的热补丁改动，不过影响不大。这一期会给大家重新梳理一下当前版本能玩的阵容，后面会重点讲2套比较新的。先来看大数据的答案，筛选前4率高于50%或登顶率高于12.5%的，一共出现了8套，分别是高减至95、山海巴德、山海大嘴、莲华厄斐琉斯、小炮狗熊、永恩、塞纳纳尔95。其中减脂需要有转职，其他基本上都是比较常规的阵容，整体是一个低费的环境。在这些赌狗阵容削弱前，4费卡很难有发挥的空间。这是我根据国服的环境排出来的阵容梯度，低费阵容中 T0 的是巴德、狗熊小炮、永恩， T1 的是厄斐琉斯、塞纳纳尔、山海大嘴。运营阵容没有 T0， 都只能算作 T1 水平，他们分别是法系95、斗士四射、天降凯隐、圣贤84以及高减脂的天使拼质量。来重点讲一下这2天火起来的斗士四射，它到底是为什么强？迅捷射手羁绊激活后，他们的技能会进行弹射。从2迅捷射手的属性可知，一个迅捷射手单位能给迅捷射手的 C 位的技能增伤约20%。当然，这个伤害会被分摊到多个目标，因此合格的4迅捷射手羁绊会提供略高于80%的技能增伤。而实际上，4迅捷射手会产生2次弹射，并且每次弹射都相当于先前伤害的60%。4迅捷射手相当于给迅捷射手 C 位提供了约120%的技能增伤，所以4迅捷射手是一个极为超模的羁绊。斗士四射小鱼推的是主样卡莎的，连胜过渡到8级，约在4-2启动，1金鸡加2战力。理想情况下是启动就出2星卡莎，开4射打出强势，而后一直在8级补齐2星4费前排质量后上9。这种玩法我尝试了5把，其中3把都在4阶段没有能够递出2星卡莎，导致没分。很明显，这种玩法存在硬伤，就是它非常考验抽卡的运气以及过渡的功底。如果2星卡莎来得晚，错失4阶段的强势期，则5阶段开始会谁也赢不了，然后烂分或者没分。阵容上限也比较一般，但只要能抽到卡，阵容强度是完全在线的。这里可以看一下实战画面，感受一下强度。第二种玩法是我比较推荐的，他养的 C 位不是卡莎，而是2星 Timo， 但他又不是赌 Timo， 因为不在6级追3，而是要和卡莎一样先运营到8级，你就把开了4迅捷射手的 Timo 看作4费卡就行了，很多时候都不用抽 Timo， 注意留一下就能到2，这比找卡莎的风险小多了。装备上优先保证 Timo 的重伤装，鬼书或者红都可以，启动装可以是蓝 buff， 也可以是青龙刀或者头盔，第3件最好是电刀。靠2星 Timo 以及4射的强度，有稍微能扛的前排就可以快速上9了。上9后，如果你的经济充裕，可以转95。Timo 换会，希维尔拆掉补任意橙卡。如果你不想转95，那就在9级把斗士和射手的质量补起来，再给他们做装备，4射玩到底也是可以的。作为95的跳板，4阶段的 Timo 换怪能力极强，保证了阵容的下限。来一段素材感受一下 Timo 的威力。我们是1星加里奥2星 Timo， 对面是6叶优3星永恩。这是斗士4射的意图流，可以截图保存一下。最后推一套我自用的偷分玩法，天降凯隐，本质上是赌4费凯隐，通过天降来养一个超级 C 位，因此凯隐的装备一定不能错，最好的就是饮血泰坦正义。天降、死神以及凯隐变身后提供的暴击概率，能够让他的技能满爆，不需要水银，因为他不需要攻速，适合做战士装但连败，而玩永恩的同行太湖，导致对冲风险很高的局。如果是连胜高经济，那么更推荐圣贤84泰坦饮血互转，即莫甘娜、加里奥、杰拉、瑞文、奶妈、螳螂、凯隐、猴子。如果是塞拉斯先来，那么凯隐、螳螂的位置就是塞拉斯剑魔。天降凯隐8级抽到2星，再停手上9。8级就是6个天降加凯隐摩甘娜。猴子没来就开圣贤，上9后补乌迪尔，落换尼可。上线是2星猴子、乌迪尔、洛、莫甘娜。如果有精致古董，那么除凯隐神装外，其余都变强化凯隐的辅助装。踩尼可可以，尼可就一点法，就一点生命值。啊，没有，
妮可现在生命值是144啦。啊，77吗？啊，踩妮可确实可以。